这是大疆新出的运动相机 Action 5 Pro。 其实我拿到 Action 5 Pro 的第一印象呢并不好，感觉就是数字加了1，多了一个 Pro， 其他看起来呢跟我手上这台 Action 4差别不大，不会大疆又开始挤牙膏了吧？事实上呢 ，Action 5 Pro 是这3年来大疆 Action 系列最大的一次升级，它的芯片、传感器、电池、屏幕里里外外都换了一遍，而它的价格呢跟 Action 4当初的发售价是一样的，2598。它具体提升了多少呢？我们先从它最大的升级芯片聊起。 大疆 Action 5 Pro 用上了一块4纳米的芯片。那之前呢，我只是在很多品牌的旗舰手机那儿听说过，比如比较出名的骁龙8进3、天玑9300。而这块芯片呢，也让 Action 5 Pro 的画质、续航、系统运行速度有了很大的提升。首先是画质上的提升啊，众所周知 ，Action 5 Pro 依然是用的一块1.1/3英寸的传感器，不过是 Action 4上那一块的升级款。像素呢提高到了4000万，视频规格上，现在 Action 5最高能够拍摄4:3格式的 4K 120帧率的视频，动态范围提高到了13.5档，具体的参数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为了更好的展现它的升级呢，我把 Action 4和新出的 GoPro 13跟它进行了对比。在常规的 4K 30帧的参数下拍摄时呢 ，Action 5 Pro 的动态范围确实厉害，高光的细节明显优于 GoPro 13和 Action 4。在 4K 60帧这种较高帧率下呢 ，Action 5 Pro 依然表现很不错，天上的云朵细节很丰富，而 GoPro 13和 Action 4的细节呢就要差一点。在夜晚的表现上 ，Action 5的提升也很明显，整体的 LED 灯牌 光源没有过曝的情况，最亮处的超视内依然能清晰的看到里面的装饰，同时也能看清楚光线较暗的这个奶茶店上面的文字。让我个人比较惊喜的呢是 Action 5 Pro 在自拍时的表现，大疆这一次绝对是调整了对肤色的算法的。当 Action 5 Pro 它识别到人脸后，肤色有一定的提亮，看起来画面会比较柔和。在逆光拍摄时 ，Action 5的算法呢也侧重于优化人脸的曝光，而 Action 4和 GoPro 13的算法呢则比较趋向于真实。 那这个呢，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而慢动作视频上，本质上 Action 5最高只能够支持1080p 240帧率的拍摄，但是在4纳米芯片的加持下，可以让这个240帧的画面再慢放4倍，也就是说可以达到每秒960帧的超慢动作。 如果后期我们以30帧的格式进行剪辑的话，我们可以在剪辑软件中进行32倍的慢动作回放。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效果啊，虽然是算出来的慢放，但我觉得是完全可用的一个状态。大疆新增了一个人物跟随功能，也是靠这块芯片进行计算的。在拍摄时，我们把 Action 5 Pro 固定在脚架上，然后点击录制，它就会自动跟随屏幕中心的这个人物进行拍摄。那这个功能呢，就拓宽了运动相机的使用场景。我们现在一个人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来拍摄人物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的这么一个跟随运动。不过，它实现人物跟随的方法呢，是通过机内裁切的方式，画质最高只能够达到2.7K。那这一次 Action 5 Pro 的色彩模式有普通的709、D-Log-M， 还新增了我非常喜欢的 HLG 这个格式。那 HLG 有极高的宽容度和动态范围，而且很方便调色。 那当然，如果你更喜欢拍摄 D-Log 格式的视频呢，现在我们可以在监看时开启机内的还原显示。值得一提的是，大疆把 Action 5 Pro 的所有视频规格的码率都进行了优化，拍摄相同视频规格的素材呢，体积会更小。我对比了一下 Action 4啊，用128G 存储空间的内存卡拍摄 4K 30帧的视频，整体的录制时间呢多了1个半小时。而且现在 4K 的所有视频格式下都是包含陀螺仪数据的，对于有后期防抖需求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升级。第二个大提升就是续航，大疆这一次直接把4小时续航作为 Action 5 Pro 的一个重大卖点来做宣传。那放眼运动相机界，确实有点无敌的意思了。众所周知啊，官方的数据只能用作参考，它实际能够拍多久呢？我在工作时也给大家测试了一下。 按照官方的测试数据啊，1080p 24帧，我一共录制了4小时17分钟，比官方的数据呢还多了17分钟。而且为了给大家展示 Action 5 Pro 还在录制，我是打开了录制时间显示的。按道理来说会更耗电，那只是 Action 5 Pro 它是没有办法一条素材录到4个小时的，它分成了3段素材，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数字在中途发生了变化。那这个续航时间相比 Action 4多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相当于提高了
了50%的电量。而续航有这么大的提升呢，一方面是这块4纳米芯片确实降低了 Action 5 Pro 的功耗，另一方面呢，则是它换了一块更大容量的电池。那现在这块电池呢，比 Action 4上蜡块多了200毫安左右。同时 Action 5 Pro 也是支持快充的，10分钟大概可以充满 Action 5 Pro 一半的电量。不知道是不是这块芯片的功劳啊，现在 Action 5的运行速度也有提升。比如运动相机上现在都标配有 Snapshot 快速开拍功能，在关机情况下点击录像按钮，运动相机就会立即开始拍摄。在我们日常抓拍一些精彩瞬间啊，是非常的好用的。但大部分运动相机使用这个功能呢，有几秒钟的系统反应时间。比如 Action 4呢需要3.5秒左右 ，GoPro 13需要3秒左右。而 Action 5 Pro 则1秒不到，那几乎就是点击这个录像按钮，它就立即开始拍摄。聊完了芯片，然后我们再来聊聊 Action 5 Pro 的外观。说实话，看起来确实是跟我手上这台 Action 4是差不多的，但当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的时候，就会发现 Action 5 Pro 的前屏和后屏都比 Action 4上的这块 LCD 屏更大。现在 Action 5 Pro 用的是一块2.5英寸的 OLED 全面屏，增加了 HDR 显示功能，同时呢，它还加入了跟苹果类似的这个息屏显示啊，在拍摄时可以显示拍摄的参数、录制的时长、指示灯等等。之前测续航的时候就是开的这个啊。省电又能显示一些必要的拍摄信息，而这块 OLED 屏幕呢，还加入了缩水层，跟手机一样，我们手上有水，现在也是可以调整参数的。Action 5 Pro 的机身呢，自带47G 的内置存储，那这个内存 4K 视频可以录制接近2个小时。之前 Action 4的按钮呢，按起来很硬，那比较费劲儿。这一次5 Pro 也改良了，在 Action 5 Pro 的边角处呢，也做了更多的防滑纹理。因为 Action 5和 Action 4它的外观、机身、重量、体积都跟 Action 4几乎一致，所以 Action 4上面的磁吸快拆、一键横竖拍摄的功能呢 ，Action 5 Pro 也都具备。O 字母这里的色温传感器呢，也保留了下来。在色温变化比较大的场景，比如灯光很复杂的环境或者水下等等，那色温传感器就能准确的识别到环境色温的变化，从而进行还原。那颜色呢，看起来就会更准确一点。现在呢 ，Action 5 Pro 支持了 OTG 有线数据传输，可以直接通过 C2C 的数据线传给手机，而且 Action 5 Pro 还支持 WiFi 6和 USB 3.0，无线和有线的数据传输速度呢都提高了。如果说以上的升级呢，让 Action 5 Pro 变得了更好用，接下来这些升级呢，是我认为让 Action 5 Pro 变得更专业的提升。首先就是 Action 5 Pro 内置了压力计，它现在可以在拍摄时识别到水压和气压的变化。那如果你在进行潜水、登山、跳伞这样的需求时呢，就能够用上。它会把这个压力的变化自动记录在我们拍摄的视频数据里面。当我们把视频传输到 DJI Mimo 中的时候呢，就可以提取这些数据，这样呢看起来就会更酷。同时，如果你有记录骑行和跑步的需求的话 ，Action 5 Pro 也是支持导入 Apple Watch 或者佳明手表当中的运动数据，它会同样以仪表盘的形式呢呈现在我们的视频中。至于防护方面呢 ，Action 5 Pro 跟之前一样，也是耐低温，支持-20度到45度的运行温度的。裸机防水深度呢，现在提高到了20米。如果你有大疆的麦克风呢，现在 Action 5 Pro 也是支持连接2台 DJI Mic 2进行收音的。当我们在使用DJI Mic 2录音的同时 ，Action 5 Pro 它的本身还可以收录环境声。最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些 Action 5 Pro 上好用的配件，毕竟运动相机只有结合不同的配件，才能发挥它的满血性能。首先就是这个快拆转接键，绝对是 Action 5 Pro 上的必备配件。用它安装上后，所有 GoPro 能够用的配件呢 ，Action 5 Pro 它都能够用了。毕竟啊 ，GoPro 出来早，配件最多嘛。第二呢，就是这个新出的充电手柄，它很适合用来拍 Vlog。它里面内置了4900毫安时的电池，可以蓝牙控制 Action 5 Pro。它底部呢还有一个隐藏的脚架，方便我们放在桌上、地面上进行录制。第三呢就是这个挂脖支架，它安装起来非常的方便呢，这样一摁挂在我们脖子上，然后一扣就安装上了，用起来是真的很无感。如果你正常的行走呢，带着它拍摄是非常 OK 的，但如果你要骑行或者跑步啊，剧烈运动它会甩。蹦蹦一蹦一蹦的，那它就相对来说会更陡一点。这个时候用这个第一人称胸带会比较好，它前后都是锁住的，所以更不容易抖动。但如果你要背包的话，比如徒步、登山或者像我们搞摄影，就可以买一个肩带支架，它可以直接固定在双肩包上。那像我这样要记录摄影嘛，
背双肩包就会带上这个配件。如果你有潜水、冲浪这些较为专业的需求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大疆的官网上去看看相应的配件。视频制作不易，大家都看到这里了，就给我一个免费的点赞支持我一下吧。我是爱拍视频的红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